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华瑞投影观点。当我们看到 Intel 最新公布的财报，第一眼可能觉得非常振奋，营收击败预期，指引创下2年新高。然而，在这些华丽的数据表面下，摩根大通研究机构却给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警示。这就像是一座冰山，水面上的亮点固然吸引人，但真正决定航向安全的是隐藏在水面下的结构性挑战。今天，我们将依据摩根大通的深度报告，拆解为何在利多频传的当下，分析师依然维持减码评级，并揭开18安量产背后的利润压力。大家请看这张图，这就是目前 Intel 的现状，财报亮眼背后的结构性隐忧。虽然 Intel 在2026年的投资解析中展现了强劲的起步，第一季营收达到135.8亿美元，击败市场预期的122.36亿美元。第二季的财测更是高达143亿美元。基于这些短期数据，摩根大通虽然将目标价从35美元调升至45美元，但请注意，相对于目前约66.78美元的股价，摩根大通研究机构仍维持减码 underweight 评级。这代表即便短期表现优于预期，但长期估值仍面临下行压力。理解了这个矛盾后，下一页我们来看数据背后的底层现实。这个画面清晰地对比了表层现象与底层现实。在表层，大家看到营收与 EPS 全面超越预期，且18安制程良率提升。但摩根大通提醒投资者，这些好消息可能隐含风险。例如，客户端运算事业群 CCG 的韧性，其实是来自于库存回补的假象，而非终端需求的真实爆发。更关键的是，下半年 Intel 将面临严峻的毛利率通膨压力。此外，市场最期待的晶圆代工 Foundry 损益两平时程已被推迟至2027年底之后。这意味着在高度竞争的环境下， Intel 参与半导体上行周期的速度将落后于同业。在看到这些警讯的同时，我们也必须承认其制程进度的积极面，但两者必须权衡评估。现在大家来细看财报中的积极面。第一季的表现可以说是供给赶上与资料中心需求带动的全面超前。营收与获利方面，第一季 EPS 为 0.29 美元，即使扣除非经常性收益，常态化后约为 0.23 美元，依然稳健。特别是资料中心与 AI 事业群 DCAI 营收季增 7%， 年增 22%， 营业利益率 OPM 达到了破纪录的 30.5%。 同时，第一季毛利率反弹至 41.0%，高于预期的 36.5%， 这代表公司在成本控制与现有产品销售上确实有其优势，但这是否具备持续性？下一张图的矩阵会给出答案。这张 X-ray 矩阵直接揭露了4大事业体的真实轨迹。请看 CCG 部分，虽然第一季仅衰退 6%， 优于预期的负 12% 至 14%，但这背后是 OEM 或 ODM 厂商因担心缺货而提前拉货，掩盖了终端疲软。预计2026年将出现双位数衰退。在 DCAI 方面，虽然需求强劲，但 AMD 与 ARM 架构的竞争对手正持续侵蚀市占率。最令市场忧心的是晶圆代工，第一季营业亏损达24亿美元，损益2平点延后，这是一个巨大的财务包袱。虽然 ASIC 业务具备长期潜力，但目前仅占总营收约 3%， 短期内难以成为拯救 EPS 的关键。这说明了为何亮眼数据下仍需保持冷静。接下来我们进一步分析5大支柱。摩根大通观点的5大支柱将亮点与隐忧并陈。虽然伺服器 CPU 进入延续至2027年的上升周期，但未来12至18个月内市占率流失的风险依旧存在。在毛利率方面，第一季 41.0% 的高峰，在第二季可能跌至 39.0%。摩根大通分析，这是因为下半年将面临记忆体与基板成本膨胀的阻力。这就像是一场马拉松， Intel 在前段赛程靠着消耗库存跑得很快，但中后段的补给成本正在大幅上升。理解了这些宏观支柱，来深入探讨第一个逆风——库存幻想。这张周期图告诉各位， CCG 的韧性其实是库存回补的幻象。第一季营收仅季减 6%， 动力来自低库存背景下的提前拉货 pull-ins。 然而一旦通路完成回补，营收将与真实消费量同步。摩根大通预计2026年 PC 终端销售量将年减双位数，这意味着2027年对 Intel 来说将是衰退的一年。这是一个典型的透支未来情况，投资者在评估长期价值时必须扣除这部分非结构性的增长。
接着看逆风2，资料中心事业群 DCAI 的市占率争夺。随着计算架构从 CPU 转向 GPU， 甚至未来的 Agentic Inference， 虽然带动了伺服器 CPU 的总体市场 TAM 在2026与2027年实现双位数成长，但 Intel 的处境却很尴尬。摩根大通指出，尽管市场饼变大了，但 Intel 缺乏具竞争力的产品线图，将导致其在未来12至18个月内持续流失市占率给 AMD 以及各大云端服务商自研的 ARM 架构晶片。饼大，但不一定吃得到，这是投资者必须面对的现实。关于利润，大家必须关注逆风3，下半年毛利率面临18安爬坡与通膨的重压。这张瀑布图显示，第一季 41.0% 的毛利率受惠于无成本库存销售，但随着18安制程产能预计增加6至7倍，初期的爬坡成本会极度稀释利润。加上记忆体、memory、载板、substrates 与玻璃基板、T-glass 等材料成本上升，毛利率在年底前虽然可能艰难地回升至 41% 以上，但仍远低于历史高峰水准。这种获利结构的改变可能限制了股价的上行空间。第四个逆风，也是最大的结构性悬念，晶圆代工。从执行时钟图可以看到，虽然18安良率达标，14安进度领先，但财务上的损益两平点已推迟至2027年底。更关键的是，大量外部客户的晶圆放量要等到2028年之后。管理层虽然获得了具备多年期选择权价值的 Terafab 合作，但目前更像探索性质而非确定的量产合约。在获得具意义的外部大单前，初期的建制成本将持续拖累财报。在那重重逆风中，是否有曙光？有的，就是 ASIC 业务。这项业务年化营收约15亿美元，专注于网路与加速器路径，被认为是内部最具差异化的部门。但请大家看这张悬殊比例图， ASIC 仅占总营收 3%。虽然它具备类似 Broadcom 或 Marvell 的竞争力，但在目前的体量下，它不足以抵消 CCG 或 Foundry 的疲软。摩根大通将其视为一项长期的选择权，而非短期的 EPS 救星。总结 Intel 的营运驱动矩阵，短期的表面糖衣掩盖了长期的营养不良。第一季的库存无成本销售与提前拉货就像糖分冲刺，能快速提升当前的损益表现，但不具备持续性。而真正的营养成分，如晶圆代工外部量产与 ASIC 业务，则需要等到2028年甚至更久。这种时间差导致了目前的评价落差。当前报表很好看，但未来的结构性问题依然棘手。在财务预测方面，摩根大通上修了2026年的预期，预估营收将达到589亿美元，调整后 EPS 从 0.6 亿美元大幅上修至 1.14 美元。分析师设定的估值锚点是预估2026年底的真实盈利能力 earnings power 为 1.40 美元。虽然这是一个显著的增长轨迹，但与 Intel 历史上的获利巅峰相比，依然有一段不小的距离。投资者应留意，这份增长预测是建立在多项制程顺利量产的假设之上。最后，我们来看摩根大通的定价逻辑，为什么在获利上修的情况下仍维持减码？这是一个相对评级 relative call 的问题。摩根大通指出，在过去20年的各个周期中， Intel 的表现均持续跑输半导体费城指数 SOX。 虽然未来1年半导体板块可能整体向好， Intel 股价也可能随之参与，但受限于庞大资本支出造成的自由现金流 FCF 压力，其参与上涨的步伐将明显落后于同业。以 1.40 美元的盈利能力搭配25至35倍的族群本益比，目标价定在45美元。当然，任何分析都有风险，什么情况下会打破现有的看空框架？摩根大通列出了3大估值向上风险。第一，晶圆代工超前变现，若能比预期更快获得外部客户大规模采用，将打破2028年后的悲观时程。第二，技术路线图超车，展现出优于预期的执行力。第三，终端市场出现微型反转，带动 PC 与伺服器市场强劲复苏。若这些情境发生， Intel 的估值天花板将会被推高。但在这些迹象明确前，目前的分析仍保持审慎。结尾与重点总结，今天我们深入剖析了 Intel 财报背后的复杂真相，请记住以下3个重点：一、成长的性质。第一季的强劲表现很大程度来自库存回补的短期效应，而非结构性的需求反转。2026至2027年仍面临需求衰退风险。
二、获利的瓶颈，18安制成的量产与材料成本通膨，将使下半年毛利率承压，且晶圆代工业务的损益两平点已明确推迟。三、相对的落后，尽管盈利能力回升，但相对于半导体同业，Intel 因沉重的资本支出与市占率流失，在上升周期中的表现可能较为受限。本报告提供的资讯仅供参考，并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或买卖操作的推荐。投资涉及风险，过去的表现并不保证未来的回报。投资者应在做出任何投资决策前，审慎评估自身的投资目标、风险承受能力和财务状况，并在必要时寻求独立的专业财务意见。本报告中的资讯来源于被认为可靠的公开资讯，但我们不对其准确性或完整性做出任何保证。报告的观点、预测和估计仅反映截至报告发布之日的判断，并可随时更改，恕不另行通知。当然，最后还是要贴心提醒大家，今天提到的所有资讯都仅是提供给您参考，并不构成任何形式的投资建议，也不是买卖操作的推荐。任何投资都伴随着风险，包含本金亏损的可能以及发行机构的信用风险。在做任何决定前，请务必谨慎评估。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。感谢各位的观看，希望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启发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，欢迎追踪华瑞。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，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，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。